有缘人，若您刷到这条影片时，请勿错过，此乃天意之赐，您的财运将如约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请满怀信心，亲自迎接这份富贵。订阅点赞，给这份福泽一个回应，让财富与健康更加稳固长久。有福之人评论一句接财接好运，为家人和孩子接下这份好运，愿你阖家欢乐，事业顺利，疾病与霉运永远远离你们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生肖兔6月运势，内含吉凶日，超详细完整解析。进入2025年6月，属兔的朋友心里可能会隐隐感觉到一种变化，这种感觉不一定是特别明确的好或者坏，但你就是会觉得身边的环境、人际关系，甚至连你自己的心态都和前几个月不太一样。有人突然联系你，有些就是又冒了出来，原本以为不会有动静的项目好像又有了机会，这一切都不是偶然。从命理和五行来看，这个月对属兔人来说确实是一个节点，一个小小的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机会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先从大的流月来看，2025年6月是农历的5月，也就是5月，五行属火，而属兔的地支是卯，五行属木，在五行生克关系中，木生火。从这个角度来讲，卯木在5月里是泄气的状态，也就是说你的能量在这个月容易被过度消耗，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但收获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甚至有些力不从心的感受，特别是在工作、家庭、人际关系3方面，这种感受会更加明显。所以这个月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是冲，而是稳；不是跑，而是调节自己的节奏。属兔人通常天生温柔、内敛，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问题，也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但这个月火气太重，会容易影响你的情绪，特别是在被误解、被忽视或者感到不被支持的时候，很可能会爆发小情绪，甚至做出不太理智的决定。而你平时是属于忍得住的性格，一旦真的忍不住，往往就不是小事。所以6月你要格外注意情绪管理，哪怕只是一些小摩擦，也不要让他们一点点堆积成内伤。要记住，有时候你憋出来的问题比吵出来的更伤人。从命理结构上来看，午火为阳火，对卯木来说是一种泄身格局。泄的是什么？泄的是精力、判断力，甚至是好运本身。所以这个月你越是操心，越是忙东忙西，不见得越有回报，反倒是那些愿意做减法，愿意把重心聚焦在真正关键事物上的属兔人，会明显发现事情开始变得清晰。一个月有30天，不可能天天是重要的事，所以你要学会挑出最该关注的那几件，把握重点，就能让整个6月的效率提升很多。说到重点，不得不提的是财运方面。这个月属兔人的正财偏弱，偏财却有点异动。很多属兔人可能会突然接到一些额外的合作、兼职机会，或者朋友介绍投资、理财项目，乍一看都是不错的路子。但别高兴太早，因为这个月午火旺盛，而火主冲动，很多机会背后是快进快出的局面，不稳定是他们的共性。所以面对偏财，一定要做足功课，不要因为一时心动就贸然投入。尤其是在6月10日至6月18日这段时间，偏财能量最强。对做生意、跑销售、做项目的属兔人来说，这是很可能接到意外之财的阶段，但也容易因为判断失误、伙伴不稳、合同陷阱而造成金钱损失。建议在这段时间多观察、多核实，每一个数字、每一条条款都别掉以轻心。如果你平时对财务知识不够敏感，那更要请靠谱的人帮你把把关。说到底，这个月是有财气，但不稳重，只能靠你自己去稳住它。
至于正财，也就是工资、固定收入这一块，在6月表现中规中矩，变化不会太大。你可能感觉升职加薪没轮到我，但其实你并没有被忽略，而是整个节奏暂时放缓了。特别是在公司组织架构调整、业务方向转型的时候，这种看不到前路的感受会更强烈。但你要知道，这个月不是给你开花结果的时段，而是修根基、打地基的阶段。如果你愿意默默耕耘，那等到下一个火气退去、水气旺的月令，反而会迎来爆发点。在人际关系方面，这个月属兔人也要多长一个心眼。由于午火为桃花火，加上卯木本身是容易引动情感能量的地支，所以本月属兔人会出现情感方面的起伏。单身者容易遇到让你怦然心动的人，但这种感情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容易一头热之后发现并不适合。特别是在6月21日左右，如果你刚认识某人，觉得对方很有吸引力，一定要留点理智观察，不要被一时的感觉冲昏头脑。已婚或有伴侣的属兔人，这个月容易因为沟通不畅、情绪波动而发生摩擦，特别是你不说，对方也不问，最后就变成了误会越来越深的局面。建议你在这个月抽出一些时间，好好谈一谈，哪怕是一些看似无关痛痒的心情分享，也会增进理解。别指望对方什么都懂你，有些事你必须自己说出来。感情不是靠默契就能保鲜的，它需要互动、沟通和主动的维护。说到健康，这个月属兔人最要注意的是火气内伤和肝脾两虚，因为火旺木泄，木又主肝胆，所以很多属兔朋友可能会出现肝火旺盛的症状，比如口苦、眼干、失眠、暴躁，甚至有时候胸闷气短。此外，消化系统也容易出问题，尤其是肠胃不太好的属兔人，这个月饮食一定要清淡，少吃辛辣、油腻的东西，多喝水，多吃绿色蔬菜、山药、莲子这类养肝护脾的食物。最后来说说吉凶日。整个6月中，对属兔人最有利的日子分别是阳历6月4日丁未日、6月13日丙辰日、6月20日癸亥日、6月28日辛未日。这些天五行与属兔相合，气场吻合，适合做重大决定、签合同、见贵人、投资谈判，或者安排重要面试、考试。而需要格外注意的凶日有6月2日乙巳日、6月9日壬子日、6月17日庚申日、6月24日丁卯日。这几天要特别当心口舌是非、人际误解、健康突发状况以及突发的财务风险。建议这些天能缓则缓，能避则避，尽量避免高风险活动，保持情绪稳定。整体来说，属兔人2025年6月的运势是那种实则藏机的状态，你表面看不出太大的起伏，其实钱流涌动。这既意味着机会，也代表着挑战。如果你能稳住节奏，合理分配精力，情绪收得住，判断力跟得上，那这个月虽然不见得能一夜暴富，但一定能打好下半年爆发的基础。相反，如果你急于求成，情绪不稳，过于依赖感性，那很多原本可以避开的坑，可能就会跳进去。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加订阅频道。在接下来的视频将继续揭示几千年生肖文化密码背后所孕育的那些命运和神秘信息。愿您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稳健而有力，确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坚实可靠。